大家好，上次我们还聊到《再见爱人》里刘吉手把前妻葛西惹哭，没想到才过几天他又因为说话闯祸，真的是祸从口出。这一次，千万粉丝网红刘吉手的微博账号被禁止关注，页面显示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受到处罚。消息曝光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，不少网友甚至表示这是自作自受。很多人好奇他为什么会被平台处罚，这或许与他此前的一些不当言论有关。3月24日，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离世，年仅41岁。他曾被许多考生和家长视为指路明灯，突然离世让很多人感到惋惜。可就在3月25日，刘吉手却在微博发文称东北网红数量减一，带着明显戏谑意味的话让不少网友感到不适。有人劝他尊重逝者，但他却直接回对死者又不是我爹，凭什么伟大？这番言论也彻底点燃了舆论。这番冷漠又无理的回应很快点燃了公众情绪，评论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他冷漠无情、没有底线，甚至认为是在消费逝者博取关注。或许是舆论压力迅速升高，他不久后删除了这条争议微博，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。随后他又发布了一篇长文，反而让争议进一步升级。他在文中提到自己做自媒体将近20年，虽然赚的不算多，但年年都有收入，甚至调侃自己到了70岁可能还在网上要饭，并对比一些网红今年能赚钱，明年却未必还能赚钱。接着他强调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，在工作与休息之间，他更选择休息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青春只有一次，生命只有一次，要尽量让自己活得舒服，不委屈自己。整篇文字被不少网友解读为带着影射和讽刺意味，再加上文中还把底蕴误写成底温，让不少人觉得态度既轻佻又不够严肃。这条长文后来同样被删除。到目前为止，他最近还能看到的一条微博停留在24号晚间，他曾在2月份的时候就发过一篇文章，说不要跑步，不要跑马拉松，尤其是中年人，跑步的终点只有一个，就是猝死，并称自己说过的话都会经得起历史检验。这些言论再次引发新的争议。网络确实是有记忆的，公众的容忍度也始终存在边界。随着这一连串言论不断被翻出、讨论、放大，很多人的耐心逐渐被消耗。即使有人认为他表达的是个人观点，但在大众仍处于悲痛情绪的时间点，这样的表达方式依然让许多人感到不适。舆论的声讨也随之持续升温，甚至有网友公开呼吁平台彻底清理这类被认为破坏网络生态的账号。其实这次争议并不是孤立事件，更早在2025年1月，他在直播回应《再见爱人4》相关话题时，就曾因违规多次被下线，重新开播时页面显示直播权限封禁中，当时他还自嘲是天生禁言圣体。截至目前，虽然账号一度处于禁止关注状态，但最新情况是已经恢复关注功能，不过仍处于禁言状态。手哥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就不中听啊？其实你们会发现，我平时说的90%的话其实都没有错，那错在哪儿？就是错在不合时宜。我说话基本上就是不合时宜，而并不能说我说的话是错的。比如说你考了一个什么什么垃圾大学啊，全家挺高兴的呢，说哎我孩子终于上大学了。这时候我在旁边说，我说你上这个学没有用。那你说我说错了吗？也没说错。那你说人家听着能高兴吗？高兴不了。这段直播切片其实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表达方式是有认知的，他知道自己说话常常不合时宜，也知道有些话不该随便说，更需要看当下的情绪和场合。可很多人真正反感的从来不只是某一句话，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表达路径。在流量时代，热点像放大器，谁先碰，谁敢碰，谁说的更极端，往往就更容易被看见。于是有人慢慢习惯用锋利、反讽，甚至带一点冒犯的方式维持关注度，因为争议越大，讨论越多，曝光越高。但问题在于，流量的逻辑并不等于情绪的逻辑，有些热点可以讨论，有些却属于公众的哀悼时刻。当大多数人仍在惋惜和悲伤之中时，轻佻的表达就会被放大成不尊重。当这种情绪错位一次次发生，观众不再把它当作直率，而会理解为缺乏分寸。网友不买单，并不是因为不能接受不同观点，而是仍然期待最基本的边界感，可以犀利，但不该在人刚离世时调侃，可以表达自我，但不需要用冒犯换取注意力。真正让人反感的，从来不是观点本身，而是在不合适的时间，用不合适的方式，说给不合适的情绪听。自从账号出事到现在，已经过去半个多月，他也一直没有再开直播。他的护手霜们发了一段音频，他说：焦虑，你们在焦虑的时候想想手哥，你想想我，家没了，老婆没了，人塌房了，号封了，你还能比我焦虑？确实，很多事情往往是在失去之后才被重新看见。曾经的关系结束了，各自的人生也在继续向前走。4月7日，葛西在直播里提到已经开始接触新的对象，对方年纪比他小一些，但差距不算大。他形容相处下来有点拧巴，
好像总差一点感觉，也坦言自己大概率不会再进入婚姻。有新恋情嘛？我今天就想跟你们聊这个新恋情的事情。有接触，但是我昨天有跟你们说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也不知道算是有感觉还是没感觉，感觉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，肯定不会踏入婚姻了，肯定不踏。谁要再下海一次啊？谁要再踏到婚姻的海里面去？都上岸了好吗？我现在谈的肯定是你比我年纪小的，但是没有小很多，接触不是谈，可是我又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合适，因为感觉有点拧巴，接触的那几个都感觉有点拧巴，都可能我不是说脚踏好多只船，感觉没有一个开始。可惜在直播里聊到和父亲10几年不联系的原因，就更焦虑。我为什么不和我爸来？我爸结婚他也没跟我讲，有之前好像有些事情，当时我想给我爸叫我们家里面出了一点事，当时想叫我爸调个2、3万，我爸就不愿意给我，他就为了怕我再给他借钱，就1、2年都不联系我了。我爸跟我说不行，没有钱不借，以后我就再也没联系我爸。我爸就为了怕我这个事情就不联系我了，你不联系我，我也不联系你，哼。我爸结婚了，他也没跟我说，那我结婚我也不跟你说。我们葛家人就是这样子，要对称。他不联系我，我也不联系他。他结婚了，我也不告诉他。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结。后来父亲再婚没有告诉他，他也选择结婚不告知父亲，用一种看似对称的方式回应关系的疏离。听起来像是赌气，其实更像是一种受伤后的自我保护，把失望变成一种表面的强硬。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，父亲长期缺席的回应和情感连接，它会悄悄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亲密关系，如何表达爱，又如何在关系里寻找安全感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理解，他在关系里用力去爱，用力去付出，可能不是天生如此，而是一直在试图弥补那些没有被回应的部分。一个人爱人的方式就是他渴望被爱的方式，但是这部分留几手是做不到的。就比如网友叫他争点气，支棱起来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有人总说首哥啊，你离婚之后你得努力了，首哥啊，你得努力了。我觉得你们这话说反了吧？我觉得该努力的应该是你们，我咋努力啊？我努力了，天上能给我掉钱吗？他掉不了啊，得你们努力，你们努力给我点赞，你们努力给我评论，我带货，你们努力支持我，买个180块钱的，我才能好，是吧？你们不努力，我怎么能好啊？还天天老劝我，首哥你努力，你得支棱啊，你得支棱起来，得你们支棱起来，你们是我衣食父母，你们不支棱起来，哪有钱给我花呀？你们努力挣钱，好吧？努力挣钱，将来我如果带货的时候，你们多少支持一下，但是不要买对自己没有用的。好吗？如果你说觉得这东西我没用，用不到，但是首哥在卖，我要买，不要。如果你觉得看首哥吃挺香啊，首哥吃挺香，我也想尝尝啊。到时候你们支持一下，努力一下，得你们努力，我努力没用啊。真的是厉害了刘几手，大家说他要努力，他却说努力的人应该是你们，你们努力点赞，努力评论，努力支持，他才能好像过得更好。网友反而被 PUA 一把。最近有网友提问葛西，说前夫刘几手频繁隔空表达失去葛西很难过，这样的举动是不是有点蹭热度？同时也很好奇两人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。对此，葛西在社交媒体上也做出了回应。反隔空回应，然后呢蹭热度，会不会觉得很尴尬，想反击？而且你说过让他不要提你，你怎么还提他？就是说蹭热度这个事情呢，我每次在直播或者是网友给我私信，都会说你们怎么还不复合啊？你的那个前任非常的还很深爱着你呀，但是跟他在一起就好了呀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私底下他也没有给我释放任何要复合的讯息，那我就不懂网友是怎么会觉得说他想跟我复合，他对我还有感情的。相反的是，我还经常看到说他说要找什么对象，找什么富婆还是什么鬼，真的他确实是有说的嘛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什么信息差我没有 get 到？就还回到刚刚那个问题。对，谁要跟我复合？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你的上线了，你也不要再找了，去跟他复合好了。哇，气死我了！就昨天，然后我没有冲就出来了，大哭。我昨天还大哭了，我昨天在直播大哭。然后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，把小梅斗牛犬就一起带去广州，我家斗牛犬拉屎在车上，然后我还要怎么去收拾那些屎。这网友就说你这个是又当又立，你把其中一只狗寄养给你前夫不就得了吗？你就是故意装累，然后跟大家说你累。我当然不能是蹭
火就起来了，我就不想再给他提供什么素材了。结果你的粉丝还来骂我，那我不受这个委屈，所以我就说那是你们来让我说这个事情的哦，那我就把整个来龙去脉给说清楚。因为讲到小狗，我就会非常激动，就越说的越激动，然后就哭了。他的粉丝就连这个东西都要来揪我的错，不行，我不能忍，我就直接说出来了，出来也就好了。说出来也就好了。但是上的时候，我后面想想看，我的情绪也是太容易被调动了，这个东西我还是要反省一下，就不能太让这些营销号钻空子，因为他们有可能就是断章取义嘛。这个我要好了，这期就聊到这里。看别人的故事很容易情绪上头，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起伏里看清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而不是急着替别人下定义。也希望刘吉手能慢慢收一收锋芒。10年前他靠毒舌走红，越敢说越刻薄，反而越容易被喜欢，因为他替很多人表达了那些现实里说不出口的情绪。但时代已经变了，像张雪峰的离世本该是一种需要被认真对待、被尊重的公共情绪，而当他被用一种轻佻甚至数字化的方式去表达时，就很容易引发反感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焦虑的应对方式。当人无法真正面对严肃议题时，就会试图用解构甚至贬低来获得掌控感。只是这种表达在过去可能被当作真性情，但在今天更容易被理解为缺乏边界。不是大家变得不能接受不同声音，而是对分寸的要求更高了。所以当一个人还在用过去的表达方式面对当下的情绪环境，被反噬其实也不意外。再回到他们两个人本身，很多人还是习惯把他们放在一起看，但节奏已经不一样了。可惜在慢慢往前走，尝试新的生活。另一边刘吉手似乎看得很开，却仍然需要被看见、被回应，都希望他们各自安好吧。就说到这里吧，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见。回忆一下，在人二人里谁情绪最失控？谁情绪最失控？谁情绪管理的最好？不吵不闹啊，争不叫，不行就睡觉，是不是？黄圣依也哭了，跑了，不录了，给劝回来的吗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？圣依有一集不也是生气哭了跑了吗？就倪萍来那天，一堆人去哄啊劝呐，杨紫去人门口敲门啊，认错给那什么回来的吗？圣依也跑了，哭了跑了。里面6人就我最稳，6人就我最稳，知道吗？首歌最稳。杨紫也跑，知道吗？杨紫也跑也崩溃，杨紫崩溃好几次，节目都没播，我都不说了。杨紫崩溃好几次，知道吗？其他那2对不说了，第1集就崩了，是吧？第1集就崩盘了。圣依也哭了跑了，就在里边稳如死狗。最后情绪失控的时候，我怎么控制的？我就走，净走，是吧？不哭也不闹，就一个人走，2个小时，走3个小时，从傍晚走到黑天就走。为什么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做好情绪管理。那你说我要不走，我的情绪我得释放，对不对？我就哭闹，我坐地上梳头发，是吗？这个就叫情绪控制不好。那我就走啊，心里压，把火压下去，起来压下去。那首歌绝对是在情绪控制这方面，情绪都逃避，也不能叫逃避啊，控制。一个人一定要学会控制，自律。人不能放纵自己，你记住啊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想过瘾就过瘾，想熬夜就熬夜，想刷短视频就刷短视频，然后看短剧就看短剧，然后天天让自己觉得很满足、很开心、很兴奋、很快乐。当你每天被这些垃圾情绪充满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就变成垃圾了。你记住，一定人你不能让自己过得太舒服。看那些和尚